接下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成大医院健康数据资源中心蒋荣先特聘教授。蒋教授今天要为我们分享的是生成式 AI 与数位转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教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北医来做这个演讲，非常感谢李教授啊，还有许教授，还有李教授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哦，然后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分享。那没关系，我一边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有一个忘年之交，这个是张文昌院士。张文昌院士呢，每次都跟我这么讲，他大我快要19、20岁，他每次说：“哦，以后你到北医的时候，你要注意哦，北医有好几个校区哦。”你看，果然没有错，对不对？就是这个，除了新义校区之外，有大安校区，还有双和校区，所以北医果然是家大业大。好，那我想今天各位不同的伙伴们哦，从不同的地方来北医，肯定你们今天会有特殊的，希望能够从今天的这次联盟成立大会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做交流。那今天我的题目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50分钟的时间来说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成式 AI 跟数位转型有什么关系？那我在成大医院担任执行长，其实我是在管成大医疗体系5家医院的所有的 data， 那就是成大医院、成大斗六分院，然后部立，就是以前是卫福部，以前卫生署，前卫部的部立台南医院、部立新化医院，再加一家郭综合医院。那当然，将来的成大老人医院也是归我们在管，所以我主要的工作这么几年就一直在管 data。那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就是有一句话，大家看到我加了一个字叫百工百业用 AI， 可能有人留意到这个字好像还不是很流行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刚好520赖总统准备上任了，所以他找了一些国政顾问团来帮他去做一些总统上任之后讲一些什么话，我们就一直很希望说能够帮他讲一些话是对整体上面大家留意到的就是健康台湾啊这些话哈。那还有一句话叫做“百工百业用 AI” 这个事，那很高兴各位伙伴们看到大家都充满了热情的眼光，没有错。我今天会来演讲，原因之一也就是我以前开过公司，而且我开过2家公司，而且还是公务员非法开公司的时期就开公司了。那时候偷偷用我太太的名字啊等等哈，然后当然后来之后乖乖的因为国税局盯得太紧了，所以呢之后乖乖的后来把我所有的股权都转让给我的学生。做得还不错，好，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把所有的学术的东西都不放在这个地方。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除了在行政院担任数位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特用小组，要跟行政院长经常会有机会聊天，然后还有行政院的政府机关科专计划的中钢计划的审查委员之外，这些大概都是跟产业密切相关的，从工业局，然后从不同的卫福部啊，或者是国科会的这个小联盟等等的审查委员，所以各位应该不陌生。那李教授，我们都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也是有这个机会来支持像北医这么有雄才大略这样的计划哦。好，我先把这页放到这个地方。这本书是叫《Digital Health Care in Taiwan》，换句话说，大家想说这个应该是介绍数位健康很早的书，没有错。这本书在2019年就上市。那一年呢，我很高兴是起草人之一。那时候在李伯章还在当署长的时候，我们这也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电子书我还有，各位有兴趣的话，非常厚的电子书，我可以 email 给大家。如果与会贵宾有兴趣的话，知道全台湾在数位健康这个议题上做什么事情哈。那如同刚才几位专家所提到，包括李教授这个是盟主嘛，所以数位医疗整个跟数位健康，其实事实上这几年来，除了 P4 Medicine， 还有在我们所知道 Personal Medicine 之外，其实这几年来，其实大家比较知道说，可以从 Precision Medicine 开始再往上，会对所有的庶民都有感觉的议题会是什么？所以这个呢，这个在就数位健康的议题啊。好，大家来看一下 PMI 这个 Precision Medicine， 这个应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讲的最好了，他就说了，我们最好的处方，然后呢，给最好的正确的人，甚至于在最正确的时间、地点等等，这个就是 PMI 所讲的。那我是一位电脑科学家，我懂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就像是你说，我懂是 AI， 我是 AI 博士，所以看 AI 是什么东西，大概就查 Google 就查得到了。不过我倒是真的是千真万确，我是台湾少数有进总统府和蔡总统
跟他介绍什么是 AI 的人。这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我自己拍的，我很高兴去总统府的时候，能够帮他拍。我太太说你要不要拍一下自拍，结果进总统府就说我的手机就被收在一个养鸡场了哈，手机就收到养鸡场了，那全部是总统府的摄影官拍的。好，所以我跟大家说故事呢，也跟大家介绍到 Digital Health 在 AI 的 language 里面，在我们这些电脑科学家怎么看的。其实资料除了说汇整，甚至于梳理之外呢，能够 clinical 的 research 去做 analytics， 甚至于将来有可能呢去 predict 做个 predictive 的 analysis， 这个大概就是在所谓的将来数位健康对国民对台湾的国民将来很有感觉的东西。那当然像电脑科学家，我们能做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做 computational healthcare，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的名称。所以在过去的几年，我们除了做 EHR 的资料分析，其实 AI modeling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生理数据啊，甚至于呢整个 computation tool 的发展，这大概是这几年来大家认为将来很有潜力的这样的一块哦。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请看这张图，你就大概就知道了。这台湾整个的数位医疗和健康不同领域的厂商，这也是我们在生技产业的白皮书上协助行政院在做，就是说大概知道台湾除了说电子5哥、8哥或者13哥这么多哥，他们口袋那么深，他除了说电子业他发现的毛利不够高之外，他想要投入到哪一个不同的领域？那所以数位医疗、数位健康应该是他们所以可以投入的各个领域。那这领域现在几个领域目前都有一些成效。那换句话说呢，整个健康照护产业上面，大家会看到将来这个 Digital Twin 恐怕会在我们有生之年会一起共同见证这些事情的发生。那 Digital Twin 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除了说真正的人这个 phenotype 这个 genotype 之外呢，我们看到 Angelina， 以及呢看到美国的前总统卡特等等，这个都是很成功的在过去的这个健康照护产业上可以看到 Digital Twin 可能的一样。那他美国前总统卡特他也很庆幸的在这个免疫疗法上非常成功哦。好，那这些的大量的数据当中呢，想今天给大家 take home 带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说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一生总共制造了多少的健康数据或者是医疗数据？大家留意到我是当健康数据执行长，所以我非常 care 这个东西。想想看，好，来，没关系，我答案给大家了，可以大家回留回去。所有的今天的讲义通通都留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抄。所以大家知道，大概人一生啊 ，clinical data， 大家不得不承认，大概差不多，不管是健康 health， 大概一辈子大概1个 terabyte， 检查报告，所有这些 data 大概到6个 terabyte。然后呢 ，environmental 就是说，各位很多人都知道，我当然去打卡、写书，或者甚至于呢，写很多有趣的 blog， 跟别人分享一下，跟我健康有可能去。我们预测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的世代，它的更大，可能甚至500T。那最终呢，可以看到甚至于 portable device 在你我手上戴的手环、手表，甚至于呢这些记录数据，大概有另外大概600T。好，这个是真的我们精算过，所以你大概想象中，通通加起来就是在所谓的 peta 级的非常大量的这些数据。那我们看看这些数据在一般的医院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在成大医疗体系的5家医院里面当中，我们大概是做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到，健康数据当中都是我们在梳理完整的健康数据。对临床医师而言，他不需要看到这么多后端的东西，所以临床医师查房，或者是他平常在做研究、写 paper、做 cohort study 的时候呢，他要一个步骤，他其实只要手上一个载具，他其实可以去送出他的需求，然后呢，后端的这一群分析人就协助他做完了。所以这是我们成大医院在做的情境。那今天既然说故事，我今天要跟大家说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跟大家聊聊看，矽谷在2023年春寒料峭的冬天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在一群人在抢所谓的全球 AI 一哥啦，就是说谁是第大牌的。那第二个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全世界跟台湾大家都在疯狂的买 NVIDIA 的这个 GPU。所以黄仁勋一天到晚来台湾，一天这个 Jason 跟大家鼓励说：“来买这个很便宜哦，很便宜哦。”大家买的时候要干嘛？好，所以我们从这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跟大家谈起。那这2回合的大战，其实在矽谷，我刚好碰巧2023年刚好在矽谷参加 CES。好，大家都知道消费电子产，很多伙伴们都知道，一年一度在拉斯维加斯，
我还没有结束会议的时候，国科会打一个紧急电话给我到美国，就告诉我说，部长，请你顺便从去年的时候，你到那个矽谷走一圈，发生什么事？因为我知道的发生出大事了。在去年的春天，在2月份的2月初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完 CES 的时候，矽谷大家做什么事？好，这个是上2期的商周跟数位时代不约而同的告诉大家说，产业界的世界大战开始。第一场世界大战就是大家在场新战国时期，大家看到这几个家伙都是大家都知道谁了哈，穿上了战袍，骑上了战马，大家要抢什么？大家抢谁是 AI 的一哥？那不对啊 ，AI 50年、60年大家都没有来抢 AI 一哥，为什么现在大家抢 AI 一哥？因为这科技5大巨头突然被生成式 AI 刺激到了，他发现到 AI 的获利模式终于来了。好，所以这故事就从这边开始。好，所以呢，这个生成式 AI 的大战在2023年的矽谷发生了，所以我当时盛逢其会，那时候每一天非常的精彩，每天都看到OK，Google 丢了什么话，然后微软接招，然后呢 AWS 开始讲话了，甚至于呢，大家看这一回合的第一回合大战，其实呢，为什么把它叫做世界大战？因为上一次矽谷这样子的世界大战，科技的世界大战，上一次是抢 Cloud 的一哥。当然，大家都知道 Cloud 一哥最终抢赢的是 AWS， 亚马逊抢赢了。那现在大家抢的是第2次世界大战，也就是科技业的第2次世界大战，大家抢 AI 一哥。因为大家想好了，这一次打仗完毕之后，后面大概就定掉了，谁是 Cloud 的一哥，谁是 AI 的一哥，大家就不用吵了。所以呢，非常厉害的 OpenAI 借东风，跟微软联军，这个联军大赢，透过 ChatGPT， 所有的去年的时候，那个整个矽谷的氛围非常的震撼，因为呢，想不到微软这个老公司竟然能够大叫，能够在那边叫战谁？叫战 Google 啊！为什么叫战 Google 呢？因为你看到市值上兆的公司，他说我们敢叫战 Google。因为他在新闻上面直接讲，大家知道微软 CEO 知道他怎么讲了？他说 ：“We ask Google to jump, and Google jump。”这是一个笑话哦。这句话是这样的，这句话是圣经上的故事，说上帝叫你跳，你就知道跟着跳了。这句话意思。结果微软竟然敢说，我叫 Google 跳舞，他跟着我跳舞了。为什么？因为微软决定要把 ChatGPT 用在它的搜寻引擎。Google 以前大家有留意到 ，Google 曾经宣布一件事情，说我们的 Google 一辈子永远都不会收费。当然，这是他承诺了哈。可是微软竟然跟 OpenAI 的联军起来，第一波竟然是收费的。大家有注意到哦？现在有人要收费 ChatGPT 哦，特别是你要到 GPT-4 的话，或者更高的话，所以这几家公司全部都暂时落后，中场休息。所以去年的2023年的5月份，就是 Q2 的时候。中场休息，3家全力反击。Google 呢 ，Gemini 出来了 ，AWS、Anthropic 买了这2家 ，Meta 开源做 Element 2，全部都在反击。反击我们来看结果，结果是第2回合大战呢 ，OpenAI 还是暂时领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有获利的模式了，他把 GPT push 给数以亿计的人在用它了。所以你看到没有？第2回结果呢，微软呢，它不仅是这样，它夹带着用。Office 365的这个趋势一路冲，甚至于呢 ，Copilot 上来了，甚至于他号称他的 ChatGPT 5搞不好都会出来了，搞不好我们不知道。好，所以这是最新的消息 ，Google 呢也开始了 ，AWS 的 Meta 也开始了哈。如果各位留意这几个消息的，各位注意到红字的几个战队联队，好像只有4家而已哦，少了1家。如果你不相信我讲的话，我看那张图好了。来，战国时期5家哎。科技5巨头，大家发现到漏了哪一家？呀，最前面他的老兄 Tim Cook 竟然用非常保守的方式告诉别人说，他在今年的那个果粉大会上面说 ，We will tell you Apple's generative AI plan later this year。later 是什么意思啊？就今年稍晚了。所以各位，他今年2024年告诉大家说，苹果公司。不是缺席，虽然他们大家厮杀成这样，血流成河这样，但是 Apple 它一定有它的生成式 AI 的 plan，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今年一定看到，绝对看到，因为苹果
做了第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了吗？他把整个电动车部的所有的工程师，听说将近以上千的工程师全部砍掉，整个部门全部打掉重练。所以 Google 非常高兴，他们都知道了哦，原来 Apple 放弃了电动车事业部了，全部来做生成式 AI 了。所以大家在抢 AI， 常常有时候跟这个各位产业界的伙伴讲简单的话，一定要把今年的1号球评找到，瞄准的1号球评击中。这个是今年2024年最热的议题，毋庸置疑。我们都知道，其实没有什么跨不过的障碍啦。不管你是做不管你是做什么产业的哈，没有什么跨不过的障碍。其实呢，就是看，其实只有几个小小的障碍，把它跨过就好了哈。所以呢，人工智慧这么多年来哈，因为我很庆幸在80年代末期到美国读书，所以那个时候盛逢其会。那我拿了一个很悲剧性的博士论文，就是做 AI。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庆幸的见识到，一直到2023年，整个生成式 AI 的问世，其实呢，产业化 AI 才是将来的事情的。所以呢，我用简单的字跟大家鼓励 ，AI 其实是绝对是一个价值技术，它不可能颠覆产业的科技，它绝对不可能。所以呢，我们看重的是用科技来重新塑造整个服务领域的能力，这个才是产业 AI 化将来的趋势。那疫情之后，大家都关闭了之后呢，其实入场券就是数位转型，很多人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么样讲起来好了，产业你要数位转型的帮手，其实就是 AI， 可以透过 AI 来帮你做非常多有趣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例子，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哦，整个铺天盖地是用物联网啊，用联网技术，用 AI 来优化它的产品，甚至于经营它的客户，从服务业、制造业，它都这样做一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知名酒厂的数位转型，大家想说，制造业、服务业怎么突然那个酒厂出来了哈？好，这个就是大家不用看哪家酒厂，你听完就知道了哦。这家酒厂位在非常偏远的地方，他说他想要数位转型，结果呢，后来是失败的。失败结果就是非常多以前在做高粱、在储存、在蒸熟，甚至于用达人来去做这样子让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达人的经验上面。东北季风有没有经过金门？好的，就大家知道金门酒厂了。有没有花了2000万来数位转型，就非常非常可惜的。最后成功的地方只有很小型的一个监控系统是成功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从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是现在数位转型？如果以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有2个驱动因素，这2个驱动因素刚好都到位了。所以呢，今天与会的贵宾就跟大家分享，整个数位转型除了消费者的行为整个的彻底的数位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整个数位科技的普及，导致了所有这些技术通通都成熟到位。同时呢，有非常多的技术是透过不同的商业模式，在不同的沉浸式的环境，让不同的产业界可以直接使用。那产业的数位转型呢，当然花非常大的力气。我送大家3句话，如果各位是新创公司老板的话，就3句话，你大概就知道了。第一，拥抱数位转型的敏捷性，它的敏捷性不像当年的飞鸽传书一样等2天、等3天，也不像说你寄一封信要做，它是立刻的。第二呢，要达标一次，全公司的所有人都有感的里程碑。好，这是以前我自己开公司的经验。你要做一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这个转型是有意义的，大家不会抗拒，你就一直要达标一个里程碑，有一个 benchmark 大家达标，他有感觉。最后一件事情最重要，用数位转型来带着全公司人，很多在座的都是公司的经理人哈，带着全公司来想象一张改变企业的一张蓝图，那一张改变企业深远的蓝图，将会是接下来3年、5年、10年大家的共同的目标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平心而论，数位转型确实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呢，重要，它有它重要的地方。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在制造业、零售业、物流业有这么多一件一件的痛苦的经验。那我大概5年前开始，第一批当时的经济部长亲自请我们几位有开过公司的教授来，你们帮我们国家做一些旗舰型的数位转型计划。所以大家看到这里面戴着口罩，其中一块旗舰机，甚至于穿着厚厚的外套防护，甚至于有的公司你看到在这个公司的 R&D 部门上面还有那个醒珠白你就可以知道说台湾典型的数位转型当中，跟传产业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这是我个人的数位转型之旅，然后也跟着他们上山下海去做很多很多的转型的工作。那不是只有服务业而已，制造业还有甚至于大家看到这个东西，这是当年高雄7·8案的主凶爆炸的那个气球。这家公司呢，他说我想数位转型，那我们就协助他怎么样把现在目前的所有的这个筏子球，通通都有完整的一个 IoT 的方式来做控制。那边呢是大型的一个厂，他们要做这个制造业，做巧克力的工厂经验。好，这2本书就是刚好就这2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 AI 来协助要做数位制造业转型的话，大体上面大概做的策略规划是这样子的，就如同各位想象得到，特定的产业它有的是为了节省人力，有的为了降低成本，甚至于有的是为了提高效能等等，它不得不做数位转型。那包括还有增加它的行销等等，这个都是我们常讲的哦，数位化哦，这会接下来数位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重要的这个趋势。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可以从这里看得到典型的产业转型的一个，我们常用这个很喜欢太多的这个指引，医院里面都习惯这样，所以我画这张图指引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产业典型数位转型的话，它其实大概步骤大概是这样：前面是转型前，后面是转型之后。可以看到转型前呢，它大部分都是由达人、有经验的人去经验式的人工式的交接，那生管人员甚至于排程、实验等等上面的制程。下面这一班的话，就是说导入了数位工具之后，它可以投入相当多的是管理方面的经验，甚至于现在很多大家知道4大超商已经开始有数位店长了，数位店长就不是人喽，他其实是让只需要是一个人跟数位店长配合的工作，然后呢人在那个地方而已，所以将来一家这个超商的经营完完全全是线上在进行的，那真正的那个工读生而已哈，已经是很难去改变太多事情，就全部都是就用数位化了去实现到。那产业 AI 化的需求分析，如果以这张图来看的话，国内制造业常做的就是说品质监测，甚至于做生产标准化。那除了护国神山有自己那一套的整个数位转型的方式之外，一般的传产业大致上都透过需求，以及呢透过对应的技术去实现。那这些技术呢实现的话，我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介绍太多。我大体上面国内产业 AI 化落地的实测，透过工研院整理出来，你可以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到，真的前真是各行各业都在用 AI， 百工百业都在用 AI。那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清楚的可以看得到，从生产甚至于到降低库存，甚至于到有效节约人力、补足人力需求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大概 AI 其实可以扮演不少的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整个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话，它是有一个流程的一个 SOP。那我把这个 SOP 就不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你用 AI 导入的话，不管资料去做分析验证，然后呢，甚至于改变演算法，甚至于透过不同的这些模型的模拟，最后呢，要去把这样子的所有的过程当中封装成一个可以去线上的一个 AI 的模组去上线去使用。所以过程当中呢，其实千真万确是有它复杂的地方。另外呢， AI 来实现瑕疵检测，这是最有名的 LI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带检测，然后透过 detector， 然后最后呢可以去调整它，最后去判断结果。那比较跟各位可能距离比较远的话，你可以想象中这个我个人参与过的专案，哇，那个真的是待检的东西非常的多，有的是检验笔电的加工过程，有的是检验羽毛球桶的制造生产，有的是卫生纸的外壳，甚至于有的是胸光 X 光，那甚至于有的是活的，像这样的为了测量猪只。所以说，在这些专案当中呢，可以看得到 AI 做 AOI， 它的物件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 AI 导入的话，确实需要不少的经验才能够实现它的可能性。好，第二段跟大家介绍故事，就是全世界跟台湾都在疯狂的买 NVIDIA 的 GPU， 从大家知道 A100、V100 到现在 H100， 到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 H100， 现在要等4个月、6个月或者8个月，大家都知道哦。我们医院也在等哈。好，来看一下大家做什么事情。第一，竟然让大家开的第一枪，竟然是一间庙的庙公啦！哦，庙公竟然买了3张 A6000，要去请 AI 来干嘛？来解时间，才知道原来最后的目的呢是做 CRM。大家讲奇怪，这个庙公不过就是帮忙在庙里面整理一下，看香油钱有没有进来，然后来看一下那个灯有那个灯，那个光明灯在点光明灯有没有点好。不过这样，这个老兄呢却很聪明，他想到了。其实呢，我可以做的是很多，所以他在那个庙呢装了很多摄影机，他去追踪什么样的人定期会几点几分会来庙来这边添香油钱，会来这边
跟庙这个福德正神求什么。那所以他就发现到，哦，那这样子我可以这样追踪的话，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客户，他们的客户就是那些会给香油钱的人嘛。就发现到这给香油人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边卜卦，问人说抽了一个签，看了签，哇，糟糕，看不懂，因为那都是文言文，甚至于可能八言绝句。我还曾经最夸张的，我从台南来的，大家知道台南庙很多，看那个签哦，那根本真的是你怎么想都说到底是正面的、负面的，是 pro 还是 con。没人知道，看了半天，这个意思好像又是这个意思，好像是这个意思。他老兄很聪明，他就想到一个真正的用法，就是把那些复杂的文意，就是他可以根据什么？他可以根据你问他什么问题，从当中梳理上下文，然后根据你要问的问题，你是问家庭，那你是问婚姻，你是要问我孩子乖不乖，还是你要问下礼拜呢？我们家的小宝去参加了那个指考，他会不会考到？他都有答案哦。根据不同的问题，他自己把他的那些诗签啊、以意的意思告诉你说，应该是很有机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就不方便再解释了哈。做 CRM 嘛，因为他把这些很清楚的抽完签之后呢，马上这底号电脑就秀出来，给一张单子。它上面写哦，你刚刚问的是跟婚姻有关系对吧？啊，对，你看看，它这边写的上面是这样的，神明跟你讲哦，这个是很有机会，点头如捣蒜，拿回家很开心，享有红包包大一点，所以他 CRM 成功了哦。那竟然是用 AI 在做后，然后接下来呢，荣总啊，长庚，哇天啊，买了几十张 A100 EV100，我们当时成大院看了也是非常的愤怒，想说，荣总怎么可以破坏行情，买这么多干嘛呢？因为荣总花2000多万，所以那次我有机会去跟他陈院长聊天的时候，就说：哇，你们荣总真的是好狠啊！这个一口气就买这么多的这个 V100。我们现在当然是成大院，现在后来买 H100，但是我们要等，所以等了很久。大家看一下哦，大家拼了命在，像这个有个学校叫做 KUST 哈，不是 KAIST 哈，大家知道韩国一个很有名的，不是那个大学，但它呢是有钱的那个在沙漠中的国家，我就不讲了哈。这个阿布多拉多国王科技大学，他买了3000张的 H100。在座可能对 H100 有概念的话，我跟各位说，8张就要他1000万了。那算一下，3000张要多少钱？好 ，OK， 再不打紧。好，上个月 Meta 宣称了，他今年就要买，各位没有算出，我绝对没有写错，35万张，35万张的 H100。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疯狂的买这么贵的东西是干嘛？他不是让黄仁勋的这个 NVIDIA 去冲上股价上升，不是的。他们都有打算要做，包括连中美大战之后，黄仁勋都偷偷的帮中国大陆想好了，你不能够买太高阶的，我帮你买一些中阶的设计哈。更可恶的就是大陆非常多好多的学生来台湾，到亚洲国到全国去扫，去扫这个4090，一大堆的晶片都被他买光了，大家都知道哈。好，买这么多的晶片，其实不管是用7B、13B 也好，他们主要用参数做大语言的模型。讲白了，全部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生成式 AI 在铺路在用的。那大家在刚刚看到了，大家在抢这些 AI 的一哥啊，目标呢就是在希望，我们在生成式 AI 年代呢，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这些事呢，是不是可以真正的让所有人有感觉？所以去年1年整个全球 AI 热，毋庸置疑，世界在改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一下。去年的年底的这个经济学人我每次都年底的时候都看一下预测全年干什么。你看到今年10大趋势有4个跟我们有关系，其中4个大家注意看到绿色这2个，你看到气候变迁，所以石化燃料，但是结果各国政府他发现到说，全世界电动车都被中国抢走了。2个蓝色的，你可以看左边那个地方，他讲AI 大涨，需求大涨，大家发现 AI 需要被管啊。因为 AI 不听话，像个不听话的小孩要去做管了。纽约市已经跳出来了嘛，对不对？他们要立法去限制 AI 很多的这个限制。右边那一块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全球的人口老化导致将来我们会发现到医疗支出会攀升，怎么样面对医护人力短缺的问题，是大家目前都感兴趣的。我们很庆幸今天在这个时代碰到了盛逢其会，碰到了 ChatGPT 出现了。多年前，当大家有手机的时候呢，不管你用的是老人机，用的是 Nokia， 我当年就是用 Nokia， 大家不要笑啊。当然用Nokia， 他很高兴用一只大只的手机呢，
当时我就发现到说，这个手机很好用，可是大家发现到手机不好用，一直到 iPhone 出来的，所以就完全战国时期结束了。因为呢，一统天下的出来了就是 iPhone， 那另外跟 iPhone 竞争对手的全部都是用 Android 的，所以那个后来大家就把那个效应给了一个名字，叫做 iPhone Moment， 就是 iPhone 时刻到了。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各位宣布，真的 AI 从60年前、70年前诞生到今天，我们的 iPhone 的 moment 来了，也就是 AI 的 moment， 其实就是 ChatGPT。这个生成式 AI 太可怕了，它的相关大量的应用已经在各行各业都看到它的用途。好，等一下我举一些例子让大家去想象一下。好，为什么用想象这个字呢？大家知道吗？多年前大陆有一句话说，不怕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所以大陆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天啊，这个大家想象的 AI 啊，现在它的用法是一天一变，一天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大家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看现在矽谷新创投，大家只要你跟 AI 能够沾得上边，其实就能够拿得到钱，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会全世界，不是只有全台湾啊，全民在注意生成式 AI？ 不是，而是大家留意到了，原来 AI 是可能赚钱的，就像是 ChatGPT 整个的 AI 的 moment 到了，这个时间到了，已经到了让人民感觉到，一般的民众快到你还没有办法想象。各位没有夸张才去年而已，我们才听到 ChatGPT。我自己每天现在用 ChatGPT， 我现在用这个 ChatGPT 到什么夸张到这地步，到什么地步呢？平常 ChatGPT， 我有一个超级无敌这个卑劣的手段在用 ChatGPT， 我讲给大家听的故事，大家一定不相信很多人喜欢看 YouTube、看 TED， 对不对？跟我一样，我们喜欢看一些新知。可是呢，这个 YouTube 要看完了之后，30分钟之后，我才知道这个 YouTube 的重点是什么，对不对？看这个 TED 告诉你主题可是你不知道在讲什么。我现在有一个非常这个拙劣的一个手段，因为我的现在有一个会员制，所以呢，我现在 YouTube 直接可以把字幕 download 下来。字幕这个30分钟的字幕就这样子 click 一个键而已，存下来，然后我就丢进 ChatGPT， 请 Please give me summary of 5 point, summary of 2 point, summary of 3 point，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我把这所有的字幕丢进去，请 ChatGPT 帮我摘要3个重点、5个重点。各位，不到8秒钟还摘不出来的。这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演讲，其实是在介绍这个国际现在对于石油这个现在目前的价格崩退，它的评估，它的重点是什么？第2点是什么？第3点是什么？各位，3点摘要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只要花8秒钟。我就决定我要不要接下来看那30分钟的 YouTube。各位，省了我多少时间？所以确实，平心而论，在去年的1年，很多企业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实验，他做的是生成式 AI 的实验。然后呢，我个人认为，2024年势必这个大趋势会有大爆发，它会有非常多的生成式 AI 的产品会出来。这个产品最有名的，而且将来最你我都不用争议的，就是大家节省时间。就像我刚刚讲的，本来我要看30分钟 YouTube， 结果呢，我只10秒钟不到，我就知道他讲什么，我就决定我要不要再看它了。各位，你看它可以节省你多少的时间呢？就凭着字幕，它可以把你摘要出重点出来。所以呢，确实没有错，大型语言模型真的，它就像什么样呢？它就像是一个引擎一样，它就像一个引擎。这个引擎呢，就是你把它装上轮子的话，它可以变成耕耘机；你把它装上了翅膀，有导动器的话，它可以变成一架飞机，它甚至可以变成赛车，甚至还会变成一般的房车。所以呢，整个的大型语言模型其实它就像这个引擎，它是可以驱动相当多将来的这个产业上面的应用。只要你去精心设计你的问题，正确的指引模型，它可以回答几乎人类的专业水准能够到达的这个水准，甚至于你只要经过微调，它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任务的执行需求。那我们生态院自己来做这个事情。那用 RAG 的技术，可以把过去像我们可以从很多在搜寻引擎上面来自非常多、非常复杂，甚至于可能错误百出的资讯，经过它梳理之后，它可以得到很完整的资料。这个ChatGPT真正的影响好大。
我们来看它影响到什么地方。好，不用看别人，先看这个 Stanford 的医学院的院长他自己讲的。他说：“哇，我看到生成式 AI 这个 GAI， 他说这是我看到最伟大的这个。我认为真的，从我在念医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别人介绍我所谓的抗生素到现在antibiotics， 我认为这个是最伟大的发明。所以呢，生成式 AI 其实真的在智慧医疗上面，它扮演不少的角色。那这里呢列举了几个可能的角色，我们都知道了。”它可以改善医疗的品质，很多我们都知道，病患推进来的时候，他可能躺着、卧着，他甚至于可能你叫他吸气，结果他刚好没有吸到，所以他拍的这 X 光拍的 CT 其实并不够精确的，甚至于呢，工作人员我们都知道现在缺工，电子病历整理，甚至于申报保险等等，这些呢 ChatGPT 都已经明确的可以做好，甚至于呢，我们可以看到安装起来这种中长期医疗器材，至少装了这个导管，可以控制你完整的时间，那甚至其他呢？它可以自动去把电子病历变成结构化。好，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华硕，华硕其实当年在很希望能够把全台湾电子病历通通做结构化。他当时其实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可以用10年的时间来把全台湾的电子病历通通结构化。10年，各位现在不用了。ChatGPT 是只要你经过梳理好，它现在已经可以花很短的时间。成大医院已经把我们部分的病历、部分的像检验检查报告，完全用 ChatGPT 梳理。纠正非常多的错误，而且可以有做很好的一些用途，疾病诊断、协助医师、协助护理师，然后甚至于呢更有效的一些临床上面的试验，这个都是现在目前看到 ChatGPT 可以用的地方。好，如果大家是外科系的医生，更感兴趣手术前照护的议题，很多人感兴趣这个议题。什么议题呢？护理师在临床上的操作的知识，他可以透过 ChatGPT 可以让他本身的知识增加。第二，病患呢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术前的这个卫教体验，因为 ChatGPT 可以不厌其烦的回答他2次、3次、5次，用不同的话，用他不懂这个东西再重新回答，可以对他的术后期待可以做更清楚。那甚至于呢，以病患为中心，这种让病患得到更好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旅程，这是一个 journey， 这是一个 wonderful 的一个 journey。所以在国外呢，开始注意这个病患的满意度，甚至于呢，它可以生成个人化的一个手术的计划书，它可以让临床医师都可以对这些事情感到他的决策上是更满意，让病患能够跟他一起共同做这样的决策，甚至于呢，可以甚至更有效率的成本，都是可能性。手术后呢，它的恢复议题，更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甚至 AI 可以回答在手术之前只有潜在的术后的并发症，这是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些议题的话，事实上对病患来讲，它可以更多的，甚至于整体这个预后的这种管理啊、风险评估啊、抗生素的使用、麻醉剂的使用，甚至于呢，有时候其实远端的照护可以让术后的照护更顺利。那甚至于呢，可以在监督病患的这个恢复的情形，去收集到一些很多的数据，甚至于提出一些早期的告警，这个都是已经有现场的国外在那边做出来了。然后甚至于像譬如说，我们知道术后的时候的，甚至于可以降低他再入院的比例，然后呢，能够降低这个术后的并发症。举一个例子喽，这是一个实际上的例子，而且发表在一篇上个月不到的期刊上面写的。他说有一个男子，他说我是一个24岁男子，我刚好做了一个没有很严重的这个3级手术，然后呢 ，OK， 手术3天之后呢，糟糕，我突然找不到我的医师，那我发现到我的这个右侧的腹股沟有一个肿块，结果呢，我不知道怎么办。OK， 他问了 ChatGPT 这个问题。好，底下 ChatGPT 非常清楚的告诉他，第一句话告诉他说 ：“I'm not a doctor。”好，先厘清我不是医师。那我呢，根据你刚才叙述，你是24岁的年轻男性，做完这个手术3天之后，其实最有可能的就是血肿或者血清肿。非常清楚的回答他，那血肿是什么？血清肿是什么？你会有什么症状？然后这个东西初期，但是你可能会整重，所以说周围组织可能会疼痛。好，清楚的告诉他，最好是看医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角色问题了。好。外科医师他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手术执行，同时他是一个医疗决策者，所以他是专业的判断。另外一个，他来了，生成式 AI 的角色是什么？大家看，很简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来协助维护病患的安全。所以这个是生成式 AI 现在世代当中会让我们看到有趣的。这是 CES 2024，今年我又去了，数位健康的科技的亮点就是这几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最有名的这些跟女性有关系的议题。他们通通都是用互动对话，自己生成 AI， 然后这个呢也是想开发出完整的这个 OLAR 这几个公司都可以看到，然后甚至于跟高龄照护都可能有关系的哈。那 ChatGPT 在职场上面，它可以怎么样去简化你的工作？可以提供给大家撰写市场情报，然后 email 甚至于报告带入重点。更重要的，行销部门呢可以针对特定的社群创作内容，
甚至于呢，可以人资部门、生产管部门、制造部门、维修部门都可以用 ChatGPT 来做不同的议题。那最后一页可以看到，它可以简化你的工作，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于可以帮助你去把这些议题做得更好，那提升你的效率。然后文件撰写啊，甚至于符合需求的这议题，那但是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把个人隐私告诉了 ChatGPT。OK， 好，那这是我今天最后一张投影片，这个大家不用怀疑，这也是用 ChatGPT 生成的。我们告诉他我今天演讲介绍题目是什么，那请你帮我生成一张图，他刚好今天早上帮我做出来了。好，谢谢大家。谢谢蒋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因为时间宝贵，我们今天只开放1到2个问题，请问现场来宾有没有人有提问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哦，请大家踊跃提问。因为医疗环境的资料属性特殊，那现在很多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都必须上 cloud 去做处理。那我不太知道成大针对这样的议题的因应的 solution。谢谢。好，谢谢徐教授问的真的是非常关键的议题，没有错。对于现在的资料管理者，当然你也知道我在管成大医院的 data， 所以我们非常的小心，所以大家都相信最终的那一套防线就是资料要落地还是不落地。好，我们现在用代号叫资料不落地来形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所有的 HIS、PACS， 甚至于不同的这些资料，只要跟我们的客户，也就是跟这个所谓的病患各自有关系的。你在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下，你是不可以去拿来去在我们的 ChatGPT 或者院内去做整理的。那我们现在呢，就透过一个试着从法规面去解套。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的把所有的过去我们让病患同意书的资料当中，来检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文字当中。所以我们发现到了有一个机会，就是说我只要不要把这个资料去做散布，去做当中的所谓的加值，大家知道这种加值的意思。我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当中去做错误的纠正，然后把资料去重新再生成一份，放在原来地方的话，这个呢，现在目前在不同的医院都有不同的比较算是相对性比较保守一点的做法。那平心而论，我们相信，不管是将来的宪法法庭对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生医健保资料库将来最后的认定到哪一段。以现在目前国人对于现在目前智能保个人的各自的隐私的保护的重视程度看起来，我们觉得应该要还要有一段时间到国人对于各自的素养，还有对资讯用的素养，应该到了一定的水准。所谓的一定的水准，就是说，我们成大医院跟台大医院一模一样，台大医院当年的这个偷看林志玲病例的事件，对不对？护理师根本跟他没有关系看了。我们成大医院一模一样，我们当年也是有一个第一个 COVID 的病患进负压病房的病患，也是有80几个无关的人进去看啊，当天就被抓到了，所以就叫他院长是来拍做。所以就是说，关键上就是说，当大家对于病患的隐私能够到尊重，同时我不会去不该存取的时候，我去存取的时候，我猜想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会是整个 AI 的，甚至于包括生成式 AI 大爆发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还是采取相对比较保守的做法，因为我们院长其实是台大体系的，他们也常跟我们讲这句话，他说那个资料你先保守一点，比较安心一点。有一天你上报的话，东西出去的话就拿不回来了。他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东西出去就拿不回来。所以我们都相信有一天，我们可能去帮病患去梳理所有的这个电子病历 EHR 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是做好一件好事。可是不希望这个好心办了坏事。有一天，病患突然发现到说：“哎，好像你这个资料怎么跟我的个子非常的像？”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开始其实已进行一段时间的去做这个所谓的去识别化的动作，尽量的让整理的过程当中，可以不要去涉及到个人非常明显的这些这个能够去识别出它的特性的这样的资料。然后呢，事实上我们也开始去整理到很多的我们的检验检查报告梳理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将来会跟徐教授在一起，或者跟所有的与会的贵宾一起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好不好？那我试着去回答这样的议题。我们相信台湾现在目前是一个已经到了一个已开发的文明国家。那一般的民众也好，或者是就是这个普遍的舆论，大家还是对自己个人的，特别是医疗方面的知识
的这方面的资讯是属于保守性质。台湾现在目前应该是属于这样子，我们没有像新加坡那么激进，或者其他国家去来做一些比较更愿意去尝试的。当然，现在目前健保的沙箱，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些在这个范围之内做 sandbox 的能够做在治安的这个监理范围能够监管的情况之下，能够去做一些新创。那我想很期待我们与会的贵宾，还有各位的不同的这个联盟的伙伴们，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去产生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或者很好的一些商业模式。好，那我就说明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OK，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蒋教授。现在我们有请我们计划主持人李友专教授上台来颁发我们的感谢状，感谢今日蒋教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受益良多。教授，联盟今天特别举办一个蒋教授亲笔签名的新书证书活动。刚才大家入场的时候应该有拿到一个抽奖券，对吗？我们荧幕上有8位，一共8位的幸运儿可以拿到我们蒋教授的亲笔签名，请对一下你们手边那个抽奖单上面的号码。哇！请大家哇，乐透时刻到了。对，乐透时刻，大家就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够早点离开了哦。好，我们后面上，对，请你上台。4号、5号、15号、17号、22号、26号、46号、49号的来宾，请上台。哇，果真是那个早起的鸟儿有通知。请领取我们蒋教授新书。请上台，我们来宾请上台，恭喜你们！谢谢，再次谢谢蒋教授，以及恭喜在座有获得新书的来宾们。